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农民大哥种一辈子地能不能买得起别墅，但他应该对别墅一点都不陌生，毕竟他身后的别墅已经在农田里烂尾了20多年。今天就来讲讲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大庄园式别墅区的菲菲奥家庄园烂尾的故事。即使我有一些心理准备啊，但是来到这儿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震撼。就是这个房子盖的真叫做一个随意，然后现在房子周围呢，就是应该是恢复成田地了，因为我看那地上还有那个玉米杆，那就说明种了地的。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受吧？一会儿我带大家进去实地看一看。这个房子最远处那边能看到吗？那边还有那种公寓楼呢，等一下也去那儿看看。现在这块应该都是别墅，然后这个别墅面积还不小。随便找一个看看啊，拍这个房子吧。你看它的这个房子的那个屋顶其实都已经做好了，然后墙的外立面呢也算是做好了吧，不管是刷的漆还是怎样。那个窗户框，包括那个窗户上的玻璃也打好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是烂尾时间长了就给破了。这应该是这个房子的正门，我从正门进去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可能地面有点塌陷啊，这个台阶就特别高。这门口是碎玻璃。进来的话应该是它的客厅，它这个客厅面积不小，而且窗户特别多。那这个每天这个阳光应该很充足，而且这个玻璃很大，后边又是山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风景应该还是不错的。到了夏天的话，那即使现在还没有到夏天，你看那个远处的那个应该是松树还是柏树，也是绿的，其实也还不错。最起码每个窗户过去都是能够眺望到远处的山，对吧？这风景还是有的。然后这个客厅面积比较大，估计有个30-50平吧。然后这边可能是后门，刚才是从这儿进来看了一眼，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后门。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厅，可不知道是不是厨房啊？窗户也不少。采光是真不错，没有找到楼梯，可能是没有盖好，也有可能是打算就是装电梯，但是不太，但是最终电梯也没看到，楼梯也没有看到，上不去。然后这里边是卫生间，也有窗户。这边已经是附近的农民大哥用来当库房用了。装的这个应该是玉米杆吧，扫一眼，应该可能是一个，这可能原本应该是一个卧室之类的地方，主卧或者次卧。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卧室，小卧室，但是也有2面窗户。然后这边的话风景也还不错，可以从这个窗户里边看到远处的那个湖水，还有湖上面还有一个桥，应该也能看到吧。但是这个房子可能离得有点近了，如果当别墅来说的话，离得有点太近了，而且上下的这个高度就很奇怪，因为它这个房子是建在一个山坡上。这里可能是烂尾的时间太长了，有非常多的人来这儿涂鸦，比如这个。什么人品是最高学历，只有爱才懂爱，甚至我刚才在这儿发现，还有人在这儿示爱。
我就站在一个高处给大家拍一下啊。它这些房子建的这个位置其实还不错。左边这边呢都是一个山，靠着山，然后再往下呢，下边那块呢其实是有一个湖。你看有山有水，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呢，结局就有点让人受不了啊！这么多房子，这就烂尾了，不管了，没人管了啊。然后其实是当时还是征用的这个附近村里的这个地，现在就在这房子旁边，然后就有农民大哥在那儿，在那个地里边忙着呢，啊，不知道在弄啥，所以就觉得很奇葩啊。包括你看那边还有不少其他风格的这些房子，而且据说当时这些房子都已经预售了啊，那现在一直烂尾着，烂尾了将近20-30年吧，也没人管，就这样着。有时候想想也觉得挺无语的。这个什么人都能做房地产，做到最后就是一地鸡毛。感觉这边的房子跟刚才那边的房子风格不太一样，那颜色就浓郁多了。然后这个还挺好看，盖的这个位置，就是从这个山坡上慢慢向上盖。这就是刚才说的一大片烂尾的这种楼房，整个看下来也有那么10几栋吧。等一下我上去带大家看一看。左手边的这几栋，它的外墙已经刷好漆了，然后上面这栋也是，右边的那几栋就还没有做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开发商到底是怎么想的，是说建到这里看到远处的山景吗？那可能就是专门盖的山景房吧。因为其实就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要盖在这么高的这个山坡上，可能这个数量比我想象的要多啊。我说10几栋有点保守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危房啊，毕竟都这么多年了。可能这儿没有路，然后眼前的这个可能就是附近的农民大哥专门就是时间长了踩出来的这个路。这种场景估计在其他地方也见不到。这个阳台底下这棵树都长成这么粗了，然后楼房前面这是耕地，下边也是耕地，这一片都是耕地，但就是耕地上就是突兀的有一栋楼啊，在这儿。然后我感觉里边都刷完墙了，也是刷的大白墙，就是属于毛坯房交房的状态吧。我进去看看啊，从这儿进去看一眼，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过。哇，这是全是土。一梯2户。先进右手边吧，右手边这是走线的，这是总开关，电的总开关。然后进来之后，不知道是不是遭遇过洪水啊，里边全是土。但是阳台那儿能看到，其实还是水泥地。然后这个客厅的话也不大，估计就是10几平。阳台风景是真好，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从这儿看一下，能看到远处的山吧？然后可以到这边看看，这边也是。所以说你要说它是个山景房，还真是没冤枉它。然后客厅这边应该是餐厅、厨房，往后看一看。是，这是厨房和这边应该是卫生间。看这管道应该是卫生间。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了。也修了管道，贴了瓷砖了都贴了瓷砖了。这边还有一个小露台。
这边可能是一个朝北的次卧，次卧面积不大，10多平吧，11、2平的样子。然后呢，现在也是风景了。现在从窗户里边往外看，也算是能看到山景，不过又多了一个烂尾楼的景。墙也刷了，线也走了，差啥呢？没交房。这是主卧，朝南。哇，这个大窗户，这个风景就很赞了。这个山景房，这也适合盖成别墅啊，怎么盖成楼房了呢？应该像那边一样盖成别墅就更好了。不过盖啥都白搭，烂尾在这儿就不行。想多了啊！我以为就这几栋，10几栋烂尾楼，没有想到，跟着我的镜头往后走，看见了吗，各位？还有呢，我不知道山后边还有没有，等一下用无人机飞一下。我感觉我已经迷失在了烂尾楼的丛林里边。每当我以为这是最后一栋烂尾楼的时候，它总是能带给我惊喜。山的后边还有一栋，用无人机飞了不到10分钟，坠机了。那就用 Pocket 3简单拍一拍吧。总体看下来20栋左右的样子吧。啊，这边稍微多一点，再往前面那边的位置还有个3、4栋。大部分楼呢，整体建设其实都快完工了，但就是工程停止了。据说老板是逃到了澳大利亚，我回去查一查资料是不是，如果是的话，那应该能写个故事。这些楼呢就一直在这儿放着，也没人管，有的玻璃还好着呢，有的玻璃都破了。窗户也装了，风格还挺洋气的，说不上是哪儿的风格，但是感觉还不错，应该是沿海的这种风格，偏西式一点。所以就一直在这儿烂尾着。这个老板好像还挺有名，在东北，我回去找找资料吧。赵也飞1983年创办了沈阳第一家西餐厅飞飞西餐厅，据说是当时沈阳权贵人士经常出入的一家餐厅。经营了10年，积累起来了人生的第一笔财富，并在1993年成立飞飞集团。恰好是中国当时商品房改革的过渡时间，便一头扎进了房地产行业。不知道是不是经常接触当地的权贵，在1997年，他拿到了沈阳南五马路部分地区改造的开发资格，据说1年就净赚了8000万元。请注意，这是1997年的8000万元，按现在的物价算，大概是8亿元左右。可能是尝到了房地产行业的甜头，随后飞飞集团就在距离沈阳40公里的黑牛屯村圈了8平方公里的地，准备打造中国最大的庄园式别墅区飞飞奥家庄园。该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建设周期为5年，由沈阳飞飞企业集团1家澳大利亚公司以及2家西班牙公司联合投资建设，入股方为沈阳飞飞企业集团。项目总面积11926亩，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2.9公里。项目总体规模：别墅2000栋，花园洋房2000套，总建筑面积160万平方米。飞飞奥家庄园真的只有别墅和公寓吗？2010年，《时代商报》揭开了这个项目的神秘面纱。报道中提到，飞飞奥家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完整的规划中，该项目拥有一座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人工音乐湖，一个中国的种苗温室，一个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种苗移植区，8个风格各异的别墅区和一个高档公寓区，6座果园，1座跑马场，1座滑雪场，1座以孔雀、梅花鹿、鸵鸟为主打的野生动物园。此外，还拥有吉普车俱乐部、游艇俱乐部、高尔夫练习场，全长10公里，落差高达60米的漂流区。而环绕整个庄园的是一条长达30公里的仿古长城。当我看到这里时，不由得想起一句话：梦里啥都有。2000年，飞飞奥家正式启动，并于次年开始销售，定价每平米1050元起，当时卖出了2000套以上的别墅。2002年的3月，飞飞奥家突然全面提价，起售价达到了2480元一平米，
比1年前直接贵了1倍还多。2003年，菲菲奥嘉就出现了资金问题，施工队伍一天天减少，没过多久，菲菲奥嘉庄园就彻底烂尾了。此时已经建成了大约300多套别墅和20多栋花园洋房。此后，菲菲集团多次提及要继续建设该项目，但一直没有实质行动。距离2024年的今天算起来，应该是烂尾了21年。大家都知道，一般房地产项目成为烂尾楼的最大原因就是资金链断裂，菲菲奥嘉庄园也不例外。但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呢？因为年代久远，很多资料不是很好查找。我也是在搜集了很多资料后，整理出来了以下几点，仅供大家参考。第一，就是项目所需要的资金过于庞大，而菲菲集团对项目所需资金的评估是十分错误的。1997年的中国十分缺乏系统的别墅项目建造经验，而且当时又是商品房改革的过渡阶段，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方面非常不健全。比如说，这个项目所占用的土地，它的性质是耕地，被菲菲集团征用50年，每10年付租金给黑牛屯村，而菲菲奥嘉庄园在没有拿到相关资质的前提下就开始动工，并且还进行了预售，这些做法在现在看来其实是不合理的。第二，项目的预售并没有达到预期，匆忙间涨价后引发了客户的不满，导致楼盘销售放缓，资金回笼出现了问题。为了促进项目的销售，菲菲奥嘉庄园还在沈阳打了很多广告，花费也不少。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赵也飞从银行贷款出资收购了上市公司，并将菲菲农业和地产项目打包到上市公司，想通过股市筹集到更多资金。结果因为票据财务作假，被证券公司停牌，最后退市。而根据民间传说，赵也飞在菲菲奥嘉庄园施工期间，老婆孩子就一直在澳洲生活。上市公司被发现作假后，就逃到了澳洲。难道菲菲奥嘉庄园就这么一直烂尾下去吗？其实菲菲集团也希望将项目整体打包出售，但是几乎没有房地产企业来接手，原因嘛也很简单。首先，这个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太大了；其次，菲菲奥嘉庄园距离沈阳市区有40公里的路程，非常偏僻，周边几乎没有配套设施。有多偏僻呢？当天拍摄完成时，我用各种打车软件选择了全部车型，甚至加价都没有叫到车。最后沿着公路走了2到3公里才叫到一辆出租车。而最关键的原因，则是当时征用黑牛屯村里的耕地时，完全是因为当初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所以签订了50年的租用协议。但是在建设别墅时，又故意多占用了一部分耕地，导致该项目至今没有严格的合规手续。更何况，从1997年动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7年，剩下的时间只有23年了。哪个房地产开发商会为了23年的土地使用权而接手这个项目呢？既然没有人接手，那把这些别墅和公寓拆掉，恢复耕地行不行？对不起，也不行。因为严格来说，菲菲集团签署征地协议后是支付了土地租金的，这受法律保护。如果村民擅自拆除，会有法律问题。就算可以拆除，这3000多栋别墅和20多栋公寓楼的拆除费用，也是一笔不菲的资金。这笔钱又该由谁出呢？让村里出吗？村里的农民辛苦劳作1年才能赚多少钱啊？所以黑牛屯水库的水结冰又融化，山坡上的防护林也是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在耕地上的这3000多栋别墅和20多栋公寓楼，就这样一直烂尾了21年。黑牛屯村的村民则从一开始收入增加的喜悦，到烂尾时欠债不还的无助，再到无法恢复耕地时的愤怒，现在则是异常的懊悔。这20多年里，也算是尝尽了烂尾楼的苦。当然，最惨的则是在预售时而出于信任而购买别墅的业主，他们有的人至死都没有住进这些别墅。所谓的屋后有山，门前有水，院里有田的庄园式别墅，最终也只是一个泡影。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会继续制作更好的视频。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也不知道这些房子在这儿能坚挺多少年。